欢迎收看《一元接吉他》，我是一元。这一季我们拍摄了非常多厉害的吉他收藏，而这一集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全台湾最贵的吉他，所有 Gibson 爱好者最想要的梦幻一品，全部都在这一集。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et it！ 今天我们来到 Guitar Shop Taiwan 的展间，看看我身后这一片满满的 Les Paul 墙，就知道今天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想拍这集已经很久了，我的第一把 Gibson 也是跟老板 Manson 买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老板 Manson 他还有什么其他惊人的收藏。全台湾最有价值、最经典的琴都在这边。拭目以待 ，Let's go！OK， 今天介绍的第一把琴是2013年的 Joe Perry Reissue 1959，这是 R9， 非常著名的一把琴。这把琴呢，原型它有出现过在《枪与玫瑰》的最经典的一首歌，叫 November Rain。那 November Rain 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 Slash 他从教堂走出来，拿着 Les Paul 在 solo。如果大家不知道有一个小细节 ，Slash 他在 solo 的时候，他裤子其实有破一个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裤子的洞破在哪里。好，不重要，反正就是这把琴呢，这个就是他最有名的一个标记。Joe Perry 当年呢，他就是把他的琴卖掉，然后可能就缺钱嘛。70年代的时候，在1989年开始有钱了，所以他想要把这把琴找回来。可是辗转呢，这把琴经历了非常多的主人，像是 Eric Johnson， 后来跑到 Slash 那边。Joe Perry 他想要就联络了 Slash， 想要把这把琴拿回去，但是 Slash 那时候不肯卖。一直到了2000年，就是 Joe Perry 50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生日礼物，就是 Slash 把这把琴送还给他，所以这把琴它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那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由 Gibson 著名的制琴师 Tom Murphy 操刀复刻了这把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这把琴，复刻了150把，那50支里面有签名，这把呢就是其中50把里面的一把 Joe Perry 签名。这把琴是非常少见，在台湾非常稀有的一把琴。所以在我身后这两把其实也都是 R9，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只是他们是没有签名的版本，然后这个是有签名的版本，所以是1/50。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因为 Slash 他真的太喜欢这把琴的颜色了，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 Gibson 有为 Slash 有做一把 model 琴，它的颜色就是仿这支，然后取名为 November Burst， 所以可见 Slash 有多爱这把琴。他送回给 Joe Perry 的时候，应该是带有一点点的舍不得。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借有还，就不用再借了，就是会有公司帮你出 model 琴，好不好？就这样。OK， 接下来这把琴，所有吉他手都一定要练的一首歌，《枪与玫瑰》的 Sweet Child O' Mine 里面 Slash 他用的这把琴的原琴，这把琴是2008复刻琴，是一样由 Tom Murphy 操刀去复刻 Slash Sweet Child O' Mine 里面弹的那把琴。大家可以看到他手长期在这边弹的时候弄出来的褪色。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是因为 Slash 他早期很喜欢抽烟嘛，那当然他现在已经戒掉了，抽烟不好。这边都是烟烫的 ，Tom Murphy 他有特别把烟烫伤这个东西全部复刻出来。2008年复刻的时候，一样是全世界150把，50把有签名的，100把没有签名。大家可以看到这把琴就是那50把的其中一把有签名的版本。我身后也有2支，就是 Slash 的复刻琴。那这个是没有签名的版本，不过这边有一个琴身上还有一个 Slash 的签名，应该是前琴主亲手拿给 Slash 签名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后面 Tom Murphy 都有把它复刻出来。这边其实是弹 Gibson 的人最容易有刮伤的地方，这其实都是皮带扣啦。所以早期常常会表演，然后都站着嘛，所以皮带扣会一直摩擦，就这边气都会掉下来。这边有个断过的痕迹，然后这个痕迹呢，就是原琴它其实是有断过的。当然，这把复刻琴它不可能直接把它摔断，用可能旧化处理，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让它看起来是有断过的感觉，但实际上是没有断过的。大家安心购买。
好不好？非常多细节都有复刻出来，是一把非常接近原琴的一把琴。OK， 接下来这把琴呢？这把琴是当时 Gibson 出，号称是第一把的 Les Paul Standard， 所以它是复刻1958年 First Standard， 就是号称第一支。那其实是第二支啊，但是就是号称第一支。然后 Gibson 就是为了行销，所以就讲是第一支这样。那大家可以看背后，就是他们当年录音的时候，应该都是花非常多时间在弹琴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原琴呢，一定漆都已经掉了，那它连这种细节其实都有复刻出来。练琴就是要练到这样，这样就代表你花了非常多时间在你的音乐上，好不好？这就是历史的痕迹，有故事的一把琴。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旋钮啊，太常使用，它一样这边这个细节都有做出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漆啊，漆上面这个裂痕，这其实通常是会需要非常久的时间才会有这种皲裂的这种很漂亮、很美的痕迹。所以这个贴纸，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残胶部分，就是当年Slash它就是一直弹，但这其实就是当年做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品质保证，是吧？品质保证的贴纸啊，那它连这个残胶他们都有把它复刻出来。重点来了，后面Slash的亲笔签名，这一样。全世界只有50把，这就是第50把，最后一支，卖价才40万左右。但2017年之后，有签名的版本已经涨到了大概150万以上，哦，这持续在上涨中。对，所以这把是100万名琴。接下来这一把琴，梦幻一品，这个应该全台湾只有这把跟这把。这2把，这个是 Slash， 他在90年代的时候有自己组一个团叫 Slash Snap Kit， 这个是1996年 Gibson 帮 Slash 出的第一把 model 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立体的哦，直接在琴上面雕刻完之后再上色。这个箱背也是，那个时候 Gibson 其实答应他原本要出100把。但后来因为做工真的太繁复了，所以只出了70把，70把的其中2把就在这里。而且这个是 Manson 保存的非常好，这种雕刻如果没保存不好，湿度、温度没有控制好的话，这个是会全部裂掉。这2把几乎跟全新的一样。Slash 他有在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上使用这把琴，大家可以看到照片或是一些影片片段，他拿的红色的 Gibson 就是这把琴。大家可以看到琴头，包含琴头上 Gibson 它的 logo 也都是镶背，就是非常特别。然后这个上面也是写 Slash， 做工那么复杂，难怪只出了70把应该就受不了。如果你在网拍上看到这把琴，大概要300万左右。台湾有这2支是非常难得的。OK， 接下来这把琴呢，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 CC 系列。CC 是什么 ？CC 就是 Gibson， 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有出一个系列叫做 Collector's Choice， 这把就是 CC One， 就是2010年开始出的 CC 系列的第一把琴。那它复刻的是 Greeny， 也就是蓝调大师 Gary Moore 他最有名的一把琴。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痕，就是很像一个长颈鹿的这个最有名的印记。这样，这把琴呢，其实非常轻，就是它大概只有3.6公斤而已。很多弹琴的人都会说 Gibson 你是越重越好，其实不是。刚刚 Manson 跟我讲，越好的琴是越轻的。为什么？因为木头的湿度越重，代表它那个木头越不好。Gibson 它琴身都是用 mahogany 桃花心木制的嘛，越轻的桃花心木是越贵的，就代表它的年份啊什么是有特别挑选过的，非常轻。这把现在原琴后来辗转到了 Metallica 的吉他手 Kirk 手上，大家可以在 Metallica 的演唱会上都可以看到 Kirk 现在还在拿这把琴演出，常常会跑来跑去啊干嘛。当然 Gary Moore 已经过世了嘛，所以其实 Gibson 出的这把琴找 Gary Moore，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证书上面可以看到 Gary Moore 生前他还有在证书上面亲笔签名，他所有细节其实一样都是有复刻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边断颈的这个伤痕，它其实也是有复刻出来。当然它不是真的断了，它就是一样是复刻。然后我刚刚也有注意到这个背带扣，它也有特别在钻了另外一个新的孔，我想应该是已经滑牙了吧，应该滑牙了，所以它又重新再钻一个孔，这样，它连这个细节都有复刻出来。那 Kirk 呢，他把这把原琴买回去，大概是以200万美金左右的价格买回去这样子。但他买回去，他一样在台上表演，所以你不一定要收藏，你还是可以拿出来演出的。拿到这把琴的时候，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断掉过的琴声音反而会更好听。
我的 Gibson 也断掉过，我大概理解那个感受。如果你的琴断掉啊，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啊，因为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声音，不会不好，但是可能是变另外一种。那 Kirk 他可能就是喜欢它断掉之后的声音吧，我猜啦。Gary Moore 他其实最有名的一首歌就是 Still Got the Blues， 有一些琴都会有很特殊的那种鼻音，这样很多人是在追求这个鼻音。像 Gary Moore 他的鼻音是来自于他的拾音器是做反向，拾音器是反向过来，正常应该是这样，但他都这样，创造出了另外一种 Gibson 独特的声音，这样子。大家可以听他们的专辑，或者是他们现场那个声音都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鼻音的话，你听那个现场就会知道了。但它会有一个浓浓的的那种感觉。CC 系列当年2010年做的时候，总共是125支，全世界，那全世界125支的其中2把就在这里。这是 CC 系列的始祖琴 CC One Greenie。刚刚我们拿的都是几十万跟几百万的琴，而接下来1000万等级的琴要出现了。Are you ready?